石门内是一座巨殿，而大殿的四周有着不少极深的走廊。萧炎一行人凭借着紫妍对药材的特殊感应，很快就又找到了一处厚重古朴的石门。只是这石门之后却并非石室，而是一片森林，一片完全由各种珍稀药材构建而成的远古森林。熊战望着那成片成片在外界极为罕见的药材，满脸的目瞪口呆。万药山脉的药材与这里比起来，简直连毛都不是啊！萧炎连忙反手把门关了以后，就让紫妍快点开工。虽然他也恨不得将这些极品药材全部打包带走，但主次要分明，先找到混元果再说。远古森林内强悍的魔兽其实不少，可有紫妍在，谁敢上来找麻烦？一察觉到龙威就掉头跑了，也没有机会知道这次来的其实只是一条幼龙。大概10来分钟后，紫妍就领着众人找到了混元果的所在。混元果就生长在湖心的小岛上，一条远古魔兽通天蛟正守着它。这通天蛟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据说是拥有着一些龙族血脉，是经历诸多雷劫后有概率能够进化成太虚古龙的存在。只是有概率同真古龙那还是有着极大的差距的。紫妍出马，一个顶俩。紫龙虚影出现的那一刻，这通天蛟就乖得像自家养的一样。混元果最终自然是被萧炎收入囊中了。紫妍见这小蛇也怪可怜的，问萧炎能不能给他一点补偿。萧炎很是大方的用一株成熟的化形草以及2种对魔兽肉体有着锤炼之效的丹药同通天蛟做了交易。通天蛟对这笔交易挺满意的，从他那亮晶晶的蛟目中不难看出，它是一只知足常乐的蛟。用特殊手法收好混元果，萧炎一行人准备快速离开的时候，紫妍却是直勾勾地盯着那森林的更深处，有东西在召唤他。一听紫妍这话，萧炎思索了一会儿后，决定去看看，毕竟其他的寻宝人可没有龙威震慑，他们还是很占先机的。很快他们就到了远古森林的中心，此处有一古怪的金光罩，只有紫妍知道这其实是灵兽罩，只有生前实力极为强悍的魔兽在临死之际方才能够凝聚出这种灵兽罩。只是这灵兽罩的味道有点奇怪，不仅有着太虚古龙的味道，还有一点天妖皇族的，而灵兽罩唯有相同血脉方才能够开启。紫妍自然是要进去看个究竟的。灵兽罩内是一片红色的平原，隐约夹杂着一点白。平原的正中心有一座高达100丈的巨石祭坛，还有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威压从祭坛中弥漫而出。跟随着紫妍到达祭坛之顶的萧炎一行人看清楚祭坛中央的东西后，惊讶到合不上下巴，竟是以太虚古龙和天妖皇为形的果实龙皇本源果，而那威压便是从果实内传出来的。注明该果实若是被天妖皇族得到的话，他们有很大概率能进化出拥有着龙皇血脉于一体的真正至尊之兽，到时候太虚古龙一族必会受到威胁。龙皇本源果只存在于古龙一族的古籍之内，那凤并非是天妖皇，而是他们的老祖宗远古天皇。这种果实需要吸收太虚古龙以及天皇的生命之力，方才有着不超过1成的几率出世，即便是在古龙一族的记载中，也仅仅只出现过5次。紫妍看着那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龙皇本源果，片刻后猛地转头来到祭坛边缘俯视大地。原来那些白色竟然是巨龙以及天皇的骨骸。不等众人从中彩票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取走龙皇本源果，变故突生。天妖皇族一行人到了，这行人之中不仅有着凤青儿、白发男、雷尊者、大地虎族以及银月狼族的族长，还有着一位身着黑袍的老者，共5名斗尊。注：要收走龙皇本源果，需要颇为繁杂的手段，也需要静心。这下好了，一场大战是无法避免了。不过萧炎也没在怕的，真要算起来，己方战力再加上才收的傀儡们，只强不弱。哪怕是那名黑衣老者黄轩长老的实力达到了5星斗尊，萧炎用刚得来的阵法将其他傀儡的力量加注在了正眼处的暗金葵身上，随后放出了加强版暗金葵对付黄轩。熊战老早就想干架了，率先挑了一名对手就冲了上去。天火尊者见熊战把大地虎族族长选了，自己就选了银月狼族族长，而小医仙则是看中了这个同萧炎有仇的雷尊者。萧炎的对手嘛，自然是白发男。白发男实力为2星斗尊，自觉比萧炎强上一点的白发男十分有优越感，仗着自己的本体是天妖皇，拥有着极度强横的肉体，就与萧炎展开最为激烈与残酷的肉搏，
拳拳到肉。然而他越打越心惊，萧炎竟然越战越勇。他就不信了，区区人类怎么敢跟天妖皇族比肉体强横？白发男卯足了劲儿要跟萧炎拼个你死我活，萧炎的注意力却是跑到了凤青儿的身上。黄轩在开打前就交代凤青儿做什么事，因此凤青儿并未第一时间参战。紫妍嘛，自然是负责盯着凤青儿了。那么凤青儿到底在做什么呢？她在唤醒祖魂。紫妍一看这阵仗，笑了。换祖魂吗？她也会，而且太虚古龙的祖魂要比天皇祖魂还强。黄轩长老一看眼前竟有活的太虚古龙，才想明白萧炎他们是怎么进来的。仔细地感应了一下紫妍的气息后，黄轩长老大喊道：“不要慌，这太虚古龙只是幼年，如今唤出祖魂，正是击杀他的最好时机。”一听这疯子竟然想要动手斩杀太虚古龙，一旁的雷尊者等人心肝都是忍不住的抖了抖。这若是以后被太虚古龙查到头上来，那必定是灭顶之灾。然而此时已经上了贼船，再无回头之路了。这场祖魂的比拼，到底谁胜谁负呢？当然是龙魂胜了。凤青儿用心头血供养金黄，都没能挽回败势。金黄被巨龙搅碎的那一刻，黄轩长老立马就让众人快撤，只要现在逃出去了，给族内放出消息，让人前来支援。等萧炎他们离开这灵兽罩，再抢夺不香嘛。紫妍一看黄轩长老的动作，就知道他想逃，借助着巨龙的力量，就朝着黄轩等人轰去。黄轩察觉到恐怖劲风，反身就是一掌轰去，旋即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不过他们凭借着这股冲击波跑得更快了，一行人争先恐后的窜出裂缝的狼狈模样，着实有些滑稽。当最后一人逃出后，紫妍却是再也撑不住了，一张小脸极为苍白。还是萧炎赶忙上前将他扶住，塞了枚丹药给他，才好了些。主要是因为祖魂的力量太强，负荷太大，紫妍有些脱力。稍稍恢复体力后，紫妍就连忙向族内发送了消息，随后才小心翼翼地将龙皇本源果封印在自己的体内。与此同时，紫妍的手心也是多出了一个图文。得到龙皇本源果的萧炎等人不打算过多停留，离开灵兽罩就朝着来时方向一路狂奔。然而这一路上却没有看到凤青儿那群人，想来是从别的地方离开了。萧炎多少有点失望，毕竟失去了痛打落水狗的机会啊。不过失望的情绪并没持续多久，在前往大殿中心的途中，萧炎跟着一支极为整齐的庞大的队伍，找到了储存丹药的丹房。这丹房其实称之为丹殿更为合适。丹殿的第一层已经被霍霍的差不多了，第二层有毒气，倒是没被破坏的很厉害，不过好东西都被取走了。至于第三层，上来的人不多，实力最差的也是在斗宗层次。毕竟第三层的毒气极浓，而且能够腐蚀体内斗气。萧炎一行人搜刮了不少丹室后，在一间位于隐蔽角落处的丹室里，发现了一只白色的小兽。小兽似猫，圆滚滚的，很是憨厚，就是体内没有什么能量波动。萧炎领着众人正想离开之时，却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一转头，仔细确认了一下后，瞬间就爆了粗口：这小兽竟然是经历了8色甚至是9色丹类的丹药，真是要疯了！这消息若是传出去了，还了得？萧炎收了狂喜的心后，偏头看了熊战一眼。好在这次熊战没掉链子，转头就往门口那么一杵。有人看到一凶神恶煞的门神，还是有一点馋的。可在不知晓到底是什么好东西之前，也没人愿意去冒那个险。毕竟时间就是金钱，打架的功夫能开好多盲盒了。见到熊战守住大门，紫妍有点兴奋地问道：“把这个小家伙抓起来！”萧炎却表示，若是使用蛮力将他惊跑了，恐怕再难找到。他有办法。萧炎的办法就是喂丹药。萧炎看过的古籍中有记载，丹兽需要以丹药为食，用丹药来驯服丹兽是最好的办法。事实证明，古籍没骗萧炎。在萧炎痛失了20多颗6枚丹药以及8枚7品丹药后，终于是用丹会夺冠的产品生骨融血丹，将小兽忽悠到腾空飞起，就要一头撞进萧炎的怀里。然而就在小兽快要落进萧炎怀中之时，煮熟的鸭子它飞了呀！萧炎那叫一个怒啊，一个闪身，紫褐色火焰缭绕双掌就朝着那黑影人拍去。黑影人反手便是一掌与萧炎的手掌重重的轰击在一起，随后倒退了好几步。黑影人有些生气，这些人要强抢了他追了许久的丹兽。萧炎看清黑影人的面具后，就认出了他就是袭击紫妍的鬼面女。紫妍也是认出了此人，当下就是不客气的怒斥道：“
敢对姑奶奶出手，你活腻了不成？紫妍的话音刚落，熊战就冲了进来，怒声道：都小心点，是女人太邪门了，老子被那绿光一照，就失神让她给闯进来了。萧炎阴沉着脸，对着小医仙天火尊者使了个眼色，二人神会，各自推开一些距离，就将鬼面女的退路给封死了。将单手交给我们，以前的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否则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萧炎道。鬼面女却是冷哼了一声，道：此事我已追踪他许久，说起来是你们抢夺在前，如今却要我把他交出来，岂不是笑话？紫妍被气到了，顿时就怒喝道：你这个女人好不要脸！市里的东西本就是无主之物，若是谁先看见便是谁的话，岂不更是笑话？有本事你便将单兽放开，看他往哪边跑。鬼面女自然是不可能将小兽放开的，但她一时间也没想到有力的反驳说辞，知道交出来是不可能的，想要动手尽管上便是。事已至此，也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萧炎只道了一句：既然如此，那么便不要怪我等仗着人多了就准备动手。哪知那鬼面女冷笑了一声后，竟然道：仗着人多的恐怕应该是自己才对。话音刚落，将近10道身影就凭空浮现在鬼面女身前，朝着萧炎攻去。这些人竟然大多都是九幽地冥蟒族的强者，好家伙，称呼鬼面女一声移动的护卫仓库，不过分吧？萧炎一看对方这2名斗尊，10来名斗宗巅峰的阵势，毫不犹豫的就放出了自己新收的小弟，来呀，打群架呀，谁怕谁呀！不多时，鬼面女就被萧炎拿下了，小医仙他们甚至都没有出手的机会。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拿下。让我们把时间回到鬼面女对着萧炎施展妖瞳控体的时候，在萧炎的身体被一只庞大的绿色眼瞳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所控制时，萧炎利用其强悍的灵魂之力凝聚成一道略显虚幻的人影，朝着那妖瞳就是一击。这一击直接将鬼面女给震飞了，好巧不巧，其脸颊上的那鬼神面具也碎了。鬼面女低着头，隐约间看起来是个美人，但萧炎可没那闲心看美人，他的丹药啊！只见萧炎身形一动，重尺直指美女喉咙，声音冰冷的道：现在能把单手交出来了吗？那美女也是个牛脾气，抹去嘴角血迹就抬头，无比的愤怒又坚定的说道：不交！萧炎一听这话，瞬间就来了火气，只是当视线对上鬼面女的眼睛时，萧炎瞬间便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是碧蛇三花瞳？你是青灵？萧炎惊呼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那女孩很是疑惑。萧炎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将玄重尺从青灵的喉咙处移开后，重重地戳在了地上，笑道：小丫头还认得出这把尺子吗？青灵看了看面前那体型硕大的玄重尺，觉得很是熟悉。加玛帝国墨铁佣兵团。萧炎望着苦思的青灵，笑着提醒道。青灵瞬间就反应过来了，面前的人就是他的萧炎少爷。萧炎一看他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的样子，没忍住揉了揉青灵的脑袋，并感叹道：这么多年不见，倒是长大了呀。被摸头杀的青灵瞬间就红了眼眶。当年萧炎对他如何，他心中很清楚。一旁的小医仙等人看着这诡异的走向，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到底什么情况？情况就是当年天蛇府的人将青灵带走后，一直当天蛇府未来的掌舵人在培养。不过后来长老们想要给青灵安排一门亲事，青灵不乐意，就偷跑出来了。由于一直记挂着萧炎对他的好，青灵一直在寻找萧炎的踪迹，结果还真被他给找到了。只是这话青灵却没有说出口。想到自己刚刚为了丹兽跟萧炎少爷打了一架，青灵慌忙的就将丹兽取了出来。萧炎的丹药也算没白喂，这丹兽一出来就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觉得安全了以后，这才转过身来，哆哆嗦嗦的露出一双大眼睛，惊惧的看着青灵。你需要丹兽？萧炎摸着小兽问道。青灵连忙摇头，萧炎没说话，一直盯着他。他在道出自己是想要用丹兽的血液来解自己体内的毒。解毒？萧炎仔细探查了青灵的身体状况后，发现他所中的毒极为的阴寒冰冷。这毒其实是九幽地冥蟒族的地蟒噬心毒，号称无药可解。青灵听说能化为兽形的丹药，体内血液能够解万毒，就来此处碰碰运气。小医仙却是在此时开口道：这种品质的丹药的确能够抵挡不少毒药，但光凭这的话还不足以彻底清除体内的毒色。完毒他可是行家，自然最有发言权。萧炎很是认可小医仙的说法，只是青灵又是怎么招惹上九幽地冥蟒族的呢？说到这个，青灵觉得自己无比的委屈，自己出来受狱就被一名九幽地冥蟒族的长老认出自己是碧蛇三花瞳的体质，
那长老想要生擒青灵，结果却是被青灵给生擒了。不过，那长老在最后关头也成功的传出了信息，导致青灵现在的护卫队如此的庞大。碧蛇三花瞳是所有蛇形魔兽的克星，除了拥有纯粹的远古血脉的极为少数的蛇形魔兽，比如彩铃姐姐的七彩吞天蟒，其他的面对碧蛇三花瞳都很危险。你有这种东西，别人不抓你才怪了。闻言，紫妍毫不留情地吐槽道，显然是记恨青灵之前把他当蛇处理。萧炎笑了笑，随后拍了拍青灵的肩膀，表示这毒虽然麻烦，但他有办法解，只是得等出了遗迹，希望在这之前青灵能跟着自己身边。青灵本就是冲着萧炎来的，哪有不同意的？只是萧炎不知道呀，还以为自己又成功拐骗了清纯小侍女一枚呢。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呢看到这里了，肯定得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